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tin。半个多月前，我们带农村的岳父母进城玩了几天，然后就感染上了新冠，一共才玩了4天，然后隔离了半个月，这可以说是一趟比较糟糕的旅程。现在我们刚刚康复，老两口就迫不及待的又想出去旅游。其实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想法，因为马上要回农村去了，下次再过来还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因为毕竟离得很远，500多公里，对于普通的越南农民来说，来一趟真的不容易。因为他们并不是那么闲，每天都要干农活，家里还养了那么多家禽家畜。理解归理解，但是我也很佩服他们，因为他们的心态很好。虽然现在的这个奥密克戎病毒没有那么可怕，感染了之后就相当于得了一场感冒一样，虽然比感冒要严重一点，但是我想现在越南的疫情大家也清楚，官方报的数据是每天10几万到20几万，但是实际的感染人数要比官方的数据多好几倍。可以说现在这个病毒是无处不在，所以只要出去是很容易被感染的，而且这个病毒是可以多次感染的。所以现在再出去玩呢，我还是有一些担心。何况我们去的地方都是一些旅游景点，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请保姆，所以出去玩的时候，我们6个月大的小孩子也要带着一起。我担心的不是大人被感染，因为我们被感染过一次了，也没什么可怕的，1个多礼拜就恢复了。但是如果小孩子感染了，就会很麻烦，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当然呢，这也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钱的问题。说实话，我们现在很穷，现在有很大的经济压力，因为这个疫情以来我们有1年多都没有什么收入了，而且以前的生意亏损，把我的一些存粮都消耗的差不多了。如果现在我们不出去任何地方去旅行，只是正常的过生活的话，也坚持不了多久。虽然在越南旅游并不是很贵但是那要看什么时候。在以前有收入的时候，这点钱真的是不算什么，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太大的底气的。并不是我小气，我只是说出我们生活的实情。现在1家4口人随便去个什么景点都是好几百上千的开销，那么去远一点的地方或者好一点的地方开销更大。他们这次旅行的原计划是1个礼拜，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在这里待了快20天了，家里的农活都是小舅子一个人在打理，所以他们也想早一点回去。前几天在我们身体刚刚恢复以后，老两口就催促我老婆赶紧给他们订机票回家。但是后来听说在岘港的很著名的一个景点巴拿山马上要重新开业，所以他们立马就改变了计划，决定推迟几天再走。这也是我佩服的一点，心态特别好，先玩了再说。在这里我想举一个10几年前的例子来和他们做一个对比。那个时候我父母的年龄和我老丈人现在的年龄是相当，50多岁。那个时候我在欧洲，有钱也有时间，所以我邀请我父母去欧洲旅游一段时间。我父母犹豫了几天以后就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想让我多存点钱，为将来做打算。这可能也代表了中国老一辈的普通人的心态，他们并不仅仅是活在当下，而更多的是考虑将来的生活。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压力也不小，特别是在成家以后，很多人基本上生活在对未来生活的担忧的压力之中。但是越南的情况就与这个截然不同。当然我并不是说越南人就没有生活压力，只是相比之下要小的很多。据我在这里2年多的感受，确实可以体会到这一点。相信在越南生活过很长时间的同胞都有同样的感受。当然我们越南的岳父母可能并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他们可能在想我们现在还有钱租海景房，说明这个生活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他们也不管不问。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换成我中国的父母，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我们邀请他们出去旅游，他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会问多少钱呢？贵不贵不要去浪费这个钱了，你们先攒点钱，以后养家要用，以后买房子要用，想到的总是以后，将来。而越南岳父母的心态就是生活在当下，过好今天再说，明天的烦恼明天再去想。在这里我并不会评判哪边是对哪边是错，因为不同的生活环境肯定会造就不同的心态。我想大家可能都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中国人的现在这种对待生活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么大的生活压力。其实在这里我3言2语也说不清楚，但是什么是越南人现在对待生活的这种心态的根本原因呢？这个问题有机会的话我会好好的去调研一下。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一下。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喜欢，请点赞关注一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